你敢想象吗？在一个被吹成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国家里，车企们卖得越来越多，却亏得越来越惨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7家车企合计亏损180亿元。180亿元是什么概念？足以买下整个3、4线城市的地标写字楼，却在短短半年里被车企们无声地烧光。更残酷的是，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偶然悲剧，而是整个行业的集体溃败。利润率跌到谷底，企业越卖越亏，连撑着新势力光环的蔚来也陷入了泥潭。9月2日，蔚来发布了2025年2季度财报，净亏损49.9亿元。你没看错，是净亏损。而整个上半年累计亏损高达117.5亿元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蔚来每天亏损超过6400万元。换句话说，哪怕他每分钟都在卖车，钱还是像水一样往外流。李斌在财报中说，4季度要实现盈利，承认这将是巨大挑战。可问题是，这不仅是挑战，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毕竟，去年蔚来已经亏掉224亿元，今年还在延续。资本市场早就失去了耐心，蔚来美股盘前甚至大跌17%。投资者用脚投票，说明信任正在枯竭。如果说蔚来的困境还有点技术竞争的残酷逻辑，那么众泰的故事就荒诞到让人心凉。众泰汽车2024年全年销量14辆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不是14万辆，而是14辆，比一家县城二手车行1个月的销量还少。更惨的是，众泰重庆分公司的 T300 总装生产线被法院强制拆除，设备拍卖2次流拍，彻底丧失复产条件。换句话说，这家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车企已经失去了心脏。2024年，众泰营收5.58亿元，同比下滑23.96%，净亏损10亿元，亏损额同比扩大6.82%。他不仅卖不动，还在赔钱，活拖成了行走的坏账。一个车企从万人追捧到一地鸡毛，仅仅用了不到10年。根据第一财经的梳理，今年上半年，中国16家上市乘用车企的财报几乎是一场血洗。其中，广汽集团、北汽蓝谷、小鹏、江淮、众泰、海马6家车企合计亏损近70亿元。最令人心惊的是，广汽和江淮的净利润同比降幅分别高达357%和267%。这已经不是下滑，而是坠崖。同时，长安、上汽、长城、吉利等头部车企的盈利能力也全面缩水。曾经撑起中国制造骄傲的巨头们，如今利润表上只有触目惊心的红色符号。表面看，市场似乎在热闹生长。2025年1至7月，全国乘用车零售1272.8万辆，同比增长10.1%。单7月零售182.6万辆，同比增长6.3%。批发和生产数据更漂亮，甚至创下历史新高。然而，利润呢？同一个7月，行业利润只有293亿元，同比下降17%，利润率仅3.5%，创下阶段新低。换句话说，车企们用拼命的产销规模换回的只是赔本赚吆喝。今年前7个月，行业利润2737亿元，同比仅增0.9%，利润率4.6%，比去年还低。这意味着整个行业正在陷入规模幻觉，数字好看，但钱包越来越空。上汽集团作为行业老大，2024年全年营收6275.9亿元，但归母净利润仅16.66亿元，同比暴跌88%。扣非后更是净亏损54.09亿元。北汽蓝谷则更绝，旗下极狐销量看似亮眼，2024年连续5个月破万，12月更卖出1.2万辆，但全年净亏损
却扩大至69.48亿元，毛利率跌到负14.94%。意思是车卖得越多，亏得越狠。这就是中国车企的冰冷真相，表面是销量捷报，底下却是亏损黑洞。为什么中国车企会陷入这种困境？答案只有2个字：内卷。回溯到2023年，雪铁龙 C6 打响价格战的第一枪，直接降到9万元优惠。2024年，比亚迪更是把秦 Plus 拉到8万元以内，比同级燃油车还便宜。其他新能源品牌纷纷跟进，整个市场彻底失衡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分会会长王霞直言，无底线的价格战和盲目的技术狂飙正在吞噬企业利润。结果是消费者短期受益，但长期遭殃，质量缩水，售后打折，服务崩塌。对比之下，德国大众旗下的保时捷2024财年营收400.8亿欧元，销售利润56.4亿欧元，单车利润依旧惊人。高端化和差异化成为唯一出路。可惜，中国大多数车企还困在价格屠夫的恶性循环里，一边是销量创新高，一边是利润跌破历史低点，一边是新能源车的风风火火，一边是资本市场的惨烈逃离。中国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场繁荣的幻觉，背后却是残酷的死亡循环。表面上，蔚来、小鹏、理想、极狐们的交付数据都在增长，仿佛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的故事仍在继续。可资本市场早已清醒。2025年9月2日，蔚来公布财报后，美股盘前暴跌17%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几乎每一季财报，资本市场都在用血淋淋的股价提醒大家，车企的繁荣是虚假的。华尔街的逻辑很简单，销量增长不等于盈利增长。更可怕的是，在价格战、补贴退坡、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多重夹击下，中国车企的盈利能力可能已经陷入不可逆的螺旋式下坠。有人说，价格战是消费者的福音，但事实是，价格战像一场慢性毒药，把整个行业拖向深渊。比亚迪把秦 Plus 拉到8万元以下，打响了新能源价格屠杀战。短期内，它获得了销量优势，但代价是所有跟随者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。2024年，中国车市的平均毛利率已经从2019年的12%跌到不到5%。2025年上半年更是只有4.6%。行业卖一辆车赚不到几千块，还要承担研发、渠道、售后、营销的庞大成本。很多企业只能靠融资续命，一旦资本退潮，就会立刻暴露赤裸裸的亏损。这不是市场繁荣，而是以价换量的末日狂欢。企业的亏损不只是财报里的数字，而是真实的社会性悲剧。2024年，众泰彻底停产，直接影响数千名工人下岗，背后的供应链工厂、经销商、物流公司也跟着一片萧条。上汽、广汽、长安这些巨头虽然还没倒下，但利润下滑、减产裁员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。工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，工资被压缩，加班却更多，甚至很多人为了保住饭碗，默默接受领奖金的现实。据人社部数据，中国汽车行业直接就业人口超过500万人，带动上下游就业超过2000万人。如果行业继续亏损下去，这将成为一场巨大的社会震荡。就业的消失意味着无数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。同样是造车，日本的丰田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727亿元，是16家中国车企总利润的1.9倍。德国的保时捷单车利润甚至超过中国一家中型车企1年的净利润。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？根本原因在于核心技术。中国车企在电池、电机、电控领域虽然声势浩大，但在芯片、
车规级操作系统、发动机、变速箱这些关键技术上依旧被卡脖子，只能靠低价来争夺市场，却无法建立真正的利润壁垒。未来几年，中国车企将面临3大死亡压力：一、补贴退坡，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，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逐步退场，少了补贴，价格战只能更激烈。二、供应链成本高企，原材料价格波动，电池成本上升，直接吞噬本就微薄的利润。三、出口受阻，中国车企试图通过出口来甩库存，但欧美对中国电动车的反倾销调查接连不断。欧盟已经加征关税，美国更是全面封杀，未来出口将是一条坎坷不平的路。在这3重压力下，卖得多亏得多将成为行业常态。2023年以来，中国车市彻底沦为价格血战的修罗场，厂家疯狂砸钱打广告，降价抢市场，经销商被迫接受薄利甚至零利润，工厂不停生产，只为撑起漂亮的销量数据。可这些销量没有带来利润，反而带来了债务。根据中汽协的数据，中国汽车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 63%， 部分车企超过 80%。 这意味着只要资金链断裂，一夜之间就可能轰然倒塌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，中国汽车行业不是在竞争，而是在互相埋葬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车便宜了，消费者不是受益了吗？可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。价格战挤压利润，直接导致车企压缩研发投入，偷工减料成为潜规则，售后服务缩水，质保承诺打折，甚至出现卖一辆亏一辆，干脆跑路的极端案例。最终，消费者买到的是质量堪忧、缺乏保障的汽车，表面上占了便宜，实则埋下安全和售后的隐患。当下的中国车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，看似产销火热，实则利润空心。数据不会说谎，2025年7月，行业零售增长 6.3%， 但利润同比下降 17%。这就像一个工厂开足马力生产，却发现产品越多，亏损越大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个泡沫还在被吹大。车企们不敢停下，害怕失去市场份额，资本不敢轻易抽身，怕砸在手里的项目彻底贬值。所有人都在硬撑，直到泡沫破裂的那一刻。